好雀剑。我能见到萧氏的传国剑法列国吗？怕是不会了。练国剑法他练得不好，我自己倒有一套剑法叫天下第二，是我当年自创的。那时候我想的是，我自称第二，谁人敢称第一呢？不过这一套剑法他也学不会，一怒之下回去自己创套天下第三。没错，天下第三。所谓天下剑法，学堂李先生之后便是我，所以剑名天下第三。你叫天下第三，正好，我这一棍叫棍打天下。是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百里东军，师兄。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。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天上来。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学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，施剑绝者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，凭一己之力创下百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。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
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太久了。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了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？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棠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棠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棠。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棠看看。小乳芳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姬长生。什么姬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苟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姬虎系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。身份特殊，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傅，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弟子怎么觉得，此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嗯？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，那希望这一回，师傅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
里东君，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你别动了。你别动。哦。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，背我。啊？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肌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啊！哎呦，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啊！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。师傅，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徒弟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，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啊？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，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怎么了？陈老头，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男爵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周水兄，在看什么？
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不错，在我手中能过3招了。司空长风，我们聊聊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百里东君出生侯府，身份尊贵，父亲是侯府世子，母亲是温家千金，如今更是天下第一李长生的弟子，他的命可以说是很好了。可你呢，自小流浪，四海为家，朝不保夕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你最讨厌的纨绔子弟，你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侯府的公子，那个时候只是觉得2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历练江湖，蛮好的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侯府的公子，也只是觉得，原来在侯府长大的人也可以像他这样。哦，什么样的？我见过太多的世家公子了，他们呀，只是看着面目光鲜，其实内心里肮脏得很。但是百里东君不一样，他的心是澄澈的，是少年心。这个回答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，他的命好，我的命硬，我和他都是能够走到最后的人。这个回答就更妙了。这几日陪你练枪，你应该听了不少传闻，说我要收你为徒吧？不是，先生，那些只是传言。先生能够指导我用武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收徒一事，我不敢奢求。我不会收你为徒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有一个比我厉害10倍、100倍的人想要收你为徒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可这一天不会太远了，他也同样在等，等着江湖山水与你重逢。重逢？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谢轩公子这是要走了？恰逢其会，终有一别。我的书看完了，自然也就该走了。司空兄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山水再相逢。小师叔，先生，我好像也该离开了。何时动身？那便此刻吧。你也这么着急啊？兴之所至，说走便走。天高海阔，先生，我们有缘再会。走了。这江湖依旧，便是因为有着这些一代接着一代的少年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春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、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你是何人？故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南宫春水。你不姓李？你和那家伙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你不是他的亲儿子？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他像是个有风流债的人啊？当然，那个骚包，就算他有几个小孙子，我都不会奇怪。骚包，去！这么说老朋友可不地道啊！行了，别站那儿了，进来说吧。说说吧，什么来头？在下百里东君，学堂李先生弟子。在下尹落霞，是柳月公子的弟子。柳月的弟子。
难怪这么漂亮。至于你嘛，看起来一副武功平平的样子，拿着的剑倒是不错。2个金刚梵境的毛头小子，一个半斤8两的小丫头，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，居然放心就这样让你们来找我？不知这位铁匠师傅功夫几何，这般看不起金刚梵境？哎，我不是瞧不起金刚梵境，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梵境，因为我也在金刚梵境。小子，想要挑衅我，还早了30年。哼！明明是你挑衅我。东君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排名前3的兵器锻造大师，兵神罗胜。哼！公子，那些药材异常的珍贵，请一定要妥善的保管。还请公子代我家老爷问辛先生好。放心吧，这药啊，不仅关乎你那穆家病人的命，也关乎我的命。多谢掌柜的，走了。公子慢走。还好您咋来啊？多久没来了呀？想死我们了。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3番2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嗯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他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学的那个曲儿好听啊！司空公子，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，真是
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格力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足够霸蛮的刀。看来罗兵神这时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铁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。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，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？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，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好刀，这刀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剑心种的家伙不一样，兵器铸好的那一刻，便与铸造师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，应该由它的主人来取吧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罗兵神还是不忘和剑心种的李素王抬杠呀。谁和他抬杠？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副故作风雅的样子。剑就是剑，还取什么老婶子的那个什么什么听雨观雪，又是什么闻风望花的，我呸，恶心！好，既然我的剑叫做不染尘，那这柄刀就叫做红尘滚滚不染尘，铅华洗尽见真心。不如就叫它金铅华吧。好，就叫金铅华。行，现在你也有了刀，那就遵从李先生的意思，不练那个什么袖剑19式了，改练刀法。什么刀法？拿着。五虎断山刀。我说春水兄，这刀法我见过，我家护院也在练。可别小看这刀法，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靠这套刀法名扬天下，对吗？你又开始编瞎话骗我了，我才不信呢。哼，你可以相信，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若是不服，和我过几招如何？嗯。好。
师傅，不好！小百里，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？舅舅，我朋友被人掳进唐门了，我要进去救他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温家，温壶酒。百里东君。拜帖。我没有拜帖，拜帖在我朋友身上，他被人掳进唐门了。荒谬！事实如此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召集找人。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我进去；二，用这个讲道理放我进去。白痴！他的拳头就和刀剑一般硬。我不打无名之鬼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唐门，唐连月。稷下学堂，百里东君。你打什么打？还有你，打什么打？温先生，擅闯唐门者杀，这是规矩。我有磁铁，这是我外甥，哪来叫擅闯呀？既然有磁铁，就随我去别院安顿吧。等等，带走我朋友之人，很有可能是你们唐门的人。你让我回去休息，是何意呀？我们唐门之人断不会做如此之事。那人擅入唐门，我之后自然会抓到他，并且把他杀掉。你敢？凌月呢，是唐门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你又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李先生跟唐老太爷又是平辈，你们不如交个朋友，握个手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如果是唐门弟子，没必要。没兴趣。哎，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有劳连月给我和外甥弄个房间。你，舅舅，我的那位朋友，明天就是试毒大会，你的朋友呢，在这个时候被抓，此事肯定和试毒大会有关。先进去再说。试毒大会将于明日正午时分举行。你的朋友若有消息，我会派人来此通报。记住，不要在我们随意乱走动。这里不错呀，舅舅，我们要赶快去救我的那位朋友。我刚才便想问你，你不是跟李先生在一起吗？人呢？还有，被掳走的那个人又是谁呀？被掳走的那个人，他是我师父的一位朋友。哦，我本想着试毒大会结束之后再去跟我师父会合。那他武功如何？目前应该大概和我差不多。那掳走你朋友的那个人，境界肯定也不一般。放心吧，没有人呢敢在唐门随便杀人。你朋友肯定是被藏起来了。或许啊，明日的试毒大会会有答案的。可我的那位朋友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就。已经将师傅的信物交给了秀水山庄在锦城的据点，不知百里师叔他们现下如何。左右也没了什么事儿，也该去见见他了。跟着我呀，跟着我呀啊！一定赢！跟着我呀，一定赢！你们不信我吗？你们能不信我吗？你们跟着我呀就完了。诸位，可都买定离手了？嘿嘿，姑娘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
这间赌坊是我的吧？你怎么都反客为主了呢？穆馆主，抱歉抱歉，我这习惯了。您可看好牌了？嘿，姑娘，我看这回你还赢得了我吗？穆馆主，可听过一句话？人定胜天。自然听过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这句话都是骗人的。天就是天，塌下来了，不管个高个矮的，都得死。双天，承让承让。方才他之所以那样对你说话，是因为他觉得你的赌坊已经要输给他了。月瑶妹妹，乐霞姐姐，穆馆主，啊，今日就先赢你这些，账可都给我记好了，改日再战。各位先玩啊！这次来锦城替我师父办些事，一入城便听闻有一位奇女子在赌坊中大杀四方，我一猜就是你，就赶紧来找你了。师父，可是你信中说的那位天下第一美公子？没错，我假借阿姐的身份拜了他为师，若有机会，希望他也能收阿姐为徒。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，有意思，有机会我定要见见，看看是他美，还是我妹妹美。阿姐，不打趣你了，来来来，快与我说一说，你在天启城都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？哎，拜帖呢？张兄，进吧。来，师兄，走。拜帖，走吧，这边。好，拜帖呢？我这进吧。这些装来了。今日若是见不到我，你的药就吃没了，你就会死在这里。你担不担心？那又怎么样？死在江湖上，也总比死在药谷里强吧？哟，去了趟天启城，还没抹去你的锐气。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原来遇到那么多事儿啊。不过我就一个问题。阿姐想问什么问题？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今日若还找不到你的朋友，我便替你去亲自拜访唐老太爷。多谢舅舅。那里在做什么？试赌大会。那就是试赌大会，你不过去？哎，外面的试赌大会呢，都是给那些普通的赌门办的，看似热闹，其实徒有其表。真正的试赌大会，从来都是在老太爷的梧桐院里，而能参与其中的，只有我们5大赌门。那么点人，那不成试赌小会了吗？对哦，就是试赌小会。这边请。走。喏，台上那个穿的黑不溜秋的，就是唐灵皇，如今是唐门的对外掌事者。据说呀，不管是用毒还是暗器，他均为唐门第一。这一次，我也是生了与他一决高下的心思来的。剩下的呢，都是我们5大独门的高手了。这边是毒神教，那边是云窟派，还有不死宗。
么小六的姐姐也来了，失策呀！那其他几位是五毒门。这些用毒的门派可真够凶残的呀，名字里不是带毒就是带死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很吓人一样。那可不，还是我们好，我们和善，温家，温文尔雅的温。好了，不提他们了。总之啊，他们都没有你舅舅我厉害。哦，小百里，不平舅舅，还真是来得巧啊！不早一步，不晚一刻。哎呀，哟，你又不是用毒的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一与毒本就相生，我虽不用毒，但是不代表我不懂毒啊。你要是看不习惯，就别在这待着。懒得跟你犟，说不过我吧？切！老药王，你等等我呀！长风，东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说来话长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在这江湖之中，毒术被蔑称为鬼道的一种，不被这世俗所承认。而我们唐门也因毒案双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江湖中人所待见。但现如今再提起唐门，敢问天下英雄，又有谁敢不服？说得对，没错。鬼道明道本就是刻板成见，毒能杀人，亦能救人。今日，让我们共襄这场试毒大会，以期诸位能够尽情的交流毒道，弘扬我独门一脉。像不像江湖上那些骗人的组织啊？号召大家入会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没想到温前辈还有这样的一面。舅舅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像是妒忌？我们温家向来不爱出风头，天生你这个舅舅不同，就爱同人争个高低。这次唐门主导举办这次试毒大会，邀天下毒道，摆出执牛耳之势，你这个舅舅自然是不服。上药人，这就是我唐门的药人，他本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被我门中擒得。经过我们多年的锤炼，如今已是百毒不侵。这就是我们唐门对诸位的考验。谁若能毒倒此人，便可压得过我唐门一头，称独门之首。嚯哟，好大的口气！我，等等，别着急着上。我们可是用毒第一的温家，怎么能一开始就上场呢？哼，你说的对。温家就是普大，我们五毒门可没那么多讲究。既然诸位都不齐，那便我先请了。话虽然说的不中听，但是身材真好。娇艳欲滴。此乃淬满了剧毒的毒刃，毒名勾吻。此毒世上无人能解，就连我们五毒门也同样束手无策。你，舅舅，他在看我。一眼看众生，狗妹。那百里师叔的意思是，活得越久，就可以爱得越多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哦，不是在说师傅的事儿吗？
怎么会突然指向我？哦，对，在聊我的事儿呢。哦。哎，你们女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虽然以先生的立场来看，每换一个身份就是一世，每结一次亲呢，那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无论岁月多么漫长，只要你还是你，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世，只有我才是对你而言最独一无二的那个。你遇到我，方知心动的滋味。师傅，那你说完以后，他怎么说的？我说完之后，他面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是也没有立刻发作。他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。什么？哎呀，他说，竟然是在我之后，你还会有几任妻子？不错，不错。果然，天下女人千回百转的思维，大体都是相同的。哎，小徒孙，你别老是替他跟我置气啊！你倒是问问你这两位师叔，换作是他们，该如何作答呀？百里师叔，你觉得呢？换我会说，下辈子我还没有想过，但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。司空师叔，那你呢？要我呀，我就说，在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感情不过是相伴一时的东西，一人死了便是结束。但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感情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。所以经你之后，我再无其他爱人，再无妻子。至于几十年之后，不过是换个女子，再说一遍同样的话罢了。哼，我这活了180多年，算是白活了。啊，我该叫你一声师傅呀！哎，不妥不妥不妥，师傅，那你最后到底是怎么回答他的？哎呀，我那天也喝了不少，有点醉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我哪算得过来呀？登天阁，这是什么？雪月城登天阁一共16层，每一层都有一位高手镇守。越往上，这把守的高手啊就越厉害，尤其是最上面那几层，都是江湖中传说级的高手，功力高深莫测。只有闯过那最高层，方能一眼窥雪月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因为我就是传说本身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以前老城主让你来拦我，现在少城主也让你来拦我。我倒想问你，怎么又是你呀？1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哼，因为我是仙人嘛。师傅这铁头功可真是厉害啊，屡试不爽啊。落水！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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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。这一世，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，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。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情女爱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风，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，便是一世。凉风初歇，燕雀节节穿林间。这夜云烟，风若淡，梦还未绝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如今飞问沧海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散去这一身大春的。我知道。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宫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呦，我没有。不过窗前一阵柔的烛光明灭，与此火烈将就的流那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吧？不会啊，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扬言。
哼。唉，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！笑我？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等钥匙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那个与你一起来的那3个人是谁啊？那2个少年人是我的徒弟，那个小姑娘是柳月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徒孙。那不打算把他们接进城吗？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碍眼，他们想要进城，就让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进，正好也让他们适应适应没我的日子。哎，不如让你的登天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站住！有拜帖吗？没有。没有拜帖，进仙登阁。若我不走登天阁，执意要从你这儿走呢？走登天阁要打16个人，麻烦。更何况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若从你这儿走，打你1个就够了。有道理啊，那就打吧。看来你们想直接打我，也可以。不过这打登天阁，打得赢就进，打不赢还可以走。打我可没这么斯文的规矩。要么打完我躺着，要么被我打趴，丢出去。哼，2位，这人要打趴我们，那就如他所愿。打趴他，有意思。城主有令。城主有令，2位公子需打过16层才能入城。怎么是16层？寻常不是10层就可以放行了吗？我也不知。对了，命令说了，这位姑娘志不在吾，可直接入城。如此，那百里师叔、司空师叔，加油！你回来了？还没查到吗？他第1次说要离开，是收百里东郡为弟子的那天随口一提；第2次，便是在圣人的御书房。
像从前一样，没有原因，似即兴而已。不可能。若风，天下百晓，终有一人是我们无法查清的。可他关系整个武林。学堂祭酒李先生突然要离开天启，其中原因作为百晓堂却一个字都查不出来。天下百晓这几个字，当真成了笑话。小伙子，你以后能成为枪仙的。您是？我啊，我是李长生。李先生，先生，可我现在身上已无枪，您是怎么猜出我是用枪的？因为你身上有枪意。枪意？你是来找东君的吧？少年人不要有那么多心思。你是江湖客，他是侯门子。凡俗眼中，你们虽然天差地别，但这里是学堂，学堂之中皆为学子，学子之中无论身份，皆称同窗。稷下学堂很欢迎你这个小枪仙的。多谢先生。韩一，叫娘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也在外边跪2天了，好冷，好疼。少跟我装可怜。卓墨公子武功高强，内力护体，又怎么会冷？娘子罚我，我也不敢用内力嘛。哼，你不敢？你什么不敢？北篱八公子可真是风流啊！以前你说是顾剑门带坏的你，可是人顾剑门早800年就离开天启了。我看你这路不认得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啊，这真是小师弟他非……闭嘴！你小师弟那脸都红成猴屁股了，怕是这辈子第1次去青楼吧？你怎么不说是百花楼的姑娘绑着你去的呢？你这么说的话也太假了吧！你再说一遍，完了，雷梦莎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趴下！等一下！趴下！娘子，哎呦，娘子！哎呀，娘子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呀，娘子，娘子啊，不去！韩一，救我！娘子啊！阿爹真可怜，要被打死喽！娘子，哎呦，我真听曲儿去了！哎，娘子，哎，还好了。你爹要被打死了，你也不上去帮忙。先生，你来了。我再不来，你爹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谁叫他去那种地方的？活该！嘿，小小年纪的，知道的东西还挺多的嘛。先生，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？比以前进步多了。你爹是雷门英才，你娘是星剑传人，跟他们学武功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因为你是天下第一呀，跟你学武功，以后我才能管住我爹。有志气，眼光更好。哎，娘子别打了！哎，别打了，屁股肿了，娘子。滚！
不去了，阿姨，阿姨，哦，哎呀，李先生，先生，救我！跪下！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嘛。虽然去了趟青楼，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夫人，雷儿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，对夫人可谓是忠贞不二。他也只敢去听点小曲儿，是吧？我想他今天去了百花楼，应该是看到百里东君和那个用枪的少年，让他想起了自己和顾剑门的往事，兴之所至了，是不是啊，雷儿？就是，是什么事？厚颜无耻！厚颜无耻！以后还敢不敢？不去了。我以后想听曲儿，我找窦轩去，他唱的也还行。夫人，他认错了，也落了保证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先生都来了，我还能真打死他不成？先生此来，想必也不只是为了要救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新月就不打扰了。韩一，我们走。哎，师傅。师傅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我娘子打死。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你现在不死，几年之后你也会为你那可笑的志向而死。师傅，你还记得那一年，你说你的志向在于天下，我笑你还是个孩子呢。如今你的孩子都学会骂人了，你呀，也不能只是那个师傅膝下的孩子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的天下是什么？天下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天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，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努力生活的地方。那你的志向呢？仍在天下呀，守护天下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似乎变了，又似乎没变。你跟剑门要好，剑门走了，你就和若风混在一起。可若风身份特殊，总有一天会离开学堂，到时候你……师傅，我不想离开学堂的。可学堂终究是个读书的地方啊，人长大了，书读完了，自然要离开学堂的。学生既已离开，老去的先生也不必留下。师傅，你不会要走吧？是啊，蒙莎，你也要走的。不过，走出这一步，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。你不想牵连雷门，所以故意无视门规，让雷门驱逐你。你不想连累妻女，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姓。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，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心种撑腰。可是梦莎，成大事者无不彻底割绝过往。你呀，还差得很远呢。等时机到了，让韩毅来找我，我教他剑术。师傅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啊！我说了老半天，你到现在才明白啊！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想守护天下呀？我告诉你，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。你和若风若想取得这份资格，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。你们呀，不要半途死了。定不负先生所望。已经付了。
我之所望，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，肆意而活。哎，天下什么的太沉重了，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。听说李长生要离开天启城，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，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，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也不算难。我自己去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倔，光凭你自己，就算你有实力，心爱的姑娘，怕是早已嫁给他人。师父，我想练魔仙剑。没想到半年不见，你经历这么丰富。没有你的跌宕起伏。哎，你昨晚如何呀？你怎么也这样？小小年纪不学好啊！司空张峰，你有点良心。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，我都被人污蔑了，还跟尹师侄吵了一架，容易吗我？他呀，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，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。听你这语气，挺失落的呀。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哎，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，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失落的？哟，好，你不失落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。也是。你跟我说过，你失忆了。或许吧，我也没有刻意想过。要真的仔细的想，好像此前的人生都是一片空白。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又不靠以前的记忆过活。司空张峰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知道你的来处？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干嘛？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？万一他弹这支曲子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？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，是天启的，不是天启的，有钱的，没钱的，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？你一点都不着急。他那么受欢迎，错过了，可就真的错过了。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的那种。皇帝不急急死太监，百里东君，往事不可追。我和他，或许还有未来吧。哎，行吧，行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开始酿酒？莫不是忘了本月14日的那个赌约了？我当然记得呀，我这不是找灵感的吗？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百里东君，你，哎，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！我枪还压在那儿呢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放心吧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枪把我身上。送人来的。
是。废物！师傅，哎，赢就赢呗，怎么顺了人家镇店的酒啊？怎么能说是顺呢？徒儿我这是依照规矩，光明正大的取。嘿嘿嘿嘿。没想到，这么快就要离开天启了。哎，这世上从来没有离开这两个字，有的只是重新出发。好了，上车了，该走了。嗯。你们今夜真的就这么走了？怎么？你不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就不去了。我此次来天启是帮人取东西的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好吧。上次离别之时，我送你的酒壶还在吗？当然。挺大方的。也没什么能送给你的，送你杯秋露白喝吧。谢谢。我们定会再见的，因为到时候我已名扬天下。好，我也一定不会输的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走啦，出发啦！小香仙，走啦！嘿嘿。天涯迢迢，后会有期。真是桃花香啊！李师侄，你闻闻看。嗯，不错。师傅，天启城最高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教坊32阁，仙人指路台。行，就去那儿。遵命，小徒弟。呀！天若不爱酒，酒仙不在天；地若不爱酒，人间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不愧天啊！以文清比胜，又言浊如咸。前生既已饮，自作散游仙。杯酒行大道，觥筹尽河山。但知酒中趣，难对行者产。
先生，这马真是快啊！哎，这可是烈风神驹呀！啊？我的烈风驹？不可能啊！我的烈风驹是红色的。师傅，你这马是白色的。嘿，我给涂上去的。师傅，白衣白发配白马，此乃仙人本相。我乃谪仙人，岂肯折腰事凡尘？驾！先生这风采，果然还是如此令人神往。您再试试这个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瞧你这哈。谢谢娘子。爷爷，慢点跑。碰到什么了？啊？爷，软糖，好好吃啊！好，你要这个吗？原来这才是贝里的天启城。极尽人间荣耀与繁华的天下第一城。我本来是觉得，不就是一座城吗？走了也就走了。可是如今看来，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尽兴的玩一玩呢。你说呢？尹师侄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你要是实在舍不得，我再陪你回来嘛。就是啊，我们也不是不回来。等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让那皇帝亲自出城迎接你们。东君到了，你看，那儿就是仙人指路台。每到重大节日之时，都会挂上萧氏家族的神鸟大风旗，风吹起扬，即可破天呐。那便是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你等我一下。哎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来了，但也到该走的时候了。您的心愿，徒儿没有忘记。顾晨啊，顾晨，还记得呢？陛下，怎么样？李先生带着镇西侯的独孙百里东军，策马绕了天启城一圈后，离城而去了。还有吗？山前书院院监陈如到访稷下学堂，称自己为新任祭酒。官员任配乃朝廷重视，哪有自封为官的？还有呢？回陛下，没有了。
便走了吧。那个陈如，大理寺卿也管官员认配的事儿吗？不，就封那人为祭酒。驾！二小姐，阿姐呢？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小姐，在路上有事耽搁了。我听吴相使说，你们找到天生五脉了，但把他给放了。百里东君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贸然抓他，本就冒险。更何况，他现在已拜入李先生的门下，所以原来他叫百里东君啊！怎么停了？继续说呀！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他叫叶鼎之。你离开南爵这么多年，发生了很多事，想必你也知道吧？师父被女道仙燕灵霞所败，南爵第一高手之位易主，很多人传你已经死了，但是您却忽然出现在天启城，大战学堂李先生，向天下人昭告您的行踪。你想学魔仙剑，我不同意。当年我打不过李长生，去学了魔仙剑。1年之内，我的功力涨了6成，我依然打不过李长生。你想比我强，就不要走我这条老路。师父。刀客凌云，是我。据说与燕灵霞一战之后，境界大跌。那是一跌千里啊！那你此番回来，是回到当年的境界了吧？就算回到当年的境界，也不过是再求一败罢了。久仰剑仙大名，今日我凌云也想求得一战。若赢，则在与剑仙与燕灵霞一战，重夺男爵第1之位。若败了呢？愿死！现在相信了吧？这武器可以普通，武功可以普通，但是手握武器的人绝对不能普通。这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可比萧逸的袖剑19式差了不少呢。东君清楚了，我会勤加修炼的。难得见你这么老实。云哥。云哥，那我是不是得叫你东君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因为这柄剑是我的。敢问这里可是罗宾神住所？
你是何人？在下叶鼎之，奉师傅之命前来取剑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剑已铸好，你师傅提前付清了银两，随时便可取走。多谢罗宾神。你师傅他近况如何？这位小兄弟是？哦，我叫南宫春水，奉李先生之命，带着百里东军来这里取刀。东军他在这里啊？他不服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现在在里面躺着呢。那我明日再去见他吧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师父他已然离去了。小兄弟，你认识我师父？当算是挚友。原来这柄剑的主人是你呀，真是巧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的刀叫什么？他叫金千华，是我起的名字。那我的剑就叫琼楼月吧。琼楼月，是个好名字。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刀剑合璧了。行了，话也说完了，我们该启程了。云哥，一起吗？我还要回南爵处理一下我师父的事情，但还能再陪你们走一段。怎么？这是要走啊？是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？来不及什么？我们是很着急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一路以来你也没有很着急啊。我们不是直接去那儿，顺路还要去另一个地方，时间上会有些许耽搁。去哪里啊？唐门。去唐门做什么？听说那边有个试毒大会，我们就过去凑凑热闹。经此一别，此生怕是再无机会相见。你们一定要用好这两柄刀剑，希望有朝一日让我在这小镇中，也能再听到他的传说。也不知道这小子到了哪里。先前收到九皇子的来信，还以为学堂也受不了那混世魔王，给赶了回来，还偷偷欢喜呢。咱们这个儿子只是表面顽劣罢了，他能跟随李先生一同出门远游，也是一番好的造化。你说，他们会路过钱东城吗？应该不会。李先生这个人最怕麻烦，而要见大名鼎鼎的镇西侯，却是天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你想的，但在他这个年纪，正是应该见识广阔天地的时候。你不想他？我不想。臭小子，有什么好想的？程峰，我心里总是有些隐忧，我怕东军。放心吧，有李先生在，东军能有什么意外？你若真是不放心的话，兄长以后好歹也是要接管温家的人，你净想着折腾他。那就要看兄长他自己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折腾。哎呀，又想出去溜达？每天窝在家里面制毒，多无趣啊！
这么多毒药，毒死半个北离都够了。哎呀，前日唐门可差人送来了一封请帖。你是说使徒大会呀？哼哼，不错，世人皆知咱们温家独步天下，唐门竟敢号称独岸双绝，怕是早有争锋之心呢。此次他邀请我们去参加试毒大会，可不能输了。老爷子，这一次真让我们去了。老爷子说了，温家用毒不用比，上下100年，温家称第2，无人敢称第1。但是，也不怕比，谁若争锋，就把它毒下去。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个唐门的唐灵皇，我早就想跟他比试比试了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喂，是明日。玉，走。吾徒长风，为是要往唐门一去，你可来此寻我？唐门？这个罗冰神虽然脾气火爆，其实人还挺好的。临走前还给了我一壶他亲手酿的酒，味道如何呀？很糙，但是烈，能感受到他心中的豪情。他这个人吧，其实还挺重感情，就是有时候不善于表达，要不然也不可能错过那个小蛮丫头。小蛮丫头？可是那个玉佩的主人是。后来嫁给了剑心冢的李素王，再后来，就有了个女娃娃。啊，你知道的，李新月。二师兄的丈母娘，那也不小了呀！你看看你现在这模样，还好意思叫人丫头？一直都是个丫头，死的时候也才25，正是丫头的年纪。死了。罗胜一直把他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，但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。后来他就隐姓埋名，来到了这个小镇上，发誓再也不踏入江湖半步。哎，原来罗冰神是给自己设了个牢笼，把自己关起来了呀？谁不是呢？于我而言，这牢笼就是这天地之间，不生不死，不毁不灭。哎，说起来也有趣，但是吧，有时候又觉得无趣。智水兄，有点嚣张。哎呀，温不平啊，温不平！你还真是人如其名，一步一步又稳又平。我在马车里都快睡着了，你就不能稍微快一点吗？可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咱们温家不同于其他门派，若是其他门派先到了，他们自会尽地主之谊，好生招待；若我们温家先到了，他提防我们，我们提防他们。放心吧，我算好时间了，最后一刻赶到才是刚刚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做事情就是太谨慎。你狂放，我平和，咱们温家才能越来越好啊！玉，哎呦，又怎么了嘛？怎么索性连走都不走了？你派出去的人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吗？找到小公子了，但是没有看到李先生。小公子正和2位年轻公子，还有1位年轻女子同行。1位年轻女……哎，李先生不在，那他们要去哪儿啊？
看方向似乎也是锦城。唐门，他们也要去唐门。我有个不好的猜想，是不是东军和李先生走散之后被那3人劫持？哎，我先行一步，你自己慢慢赶车吧。哎，东军，这位春水兄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可以理解成，我是李长生的转世。人能不能转世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不可能一转世直接就是这么大一个人。不过你这说话唬人的样子，倒还真像。不错，允哥，他就是李先生。什么？你我2人还有机会成为师徒呢。是啊，那天晚上有变故，不过今日拜师也不错。我去天启城参加学堂大考，不过是想看一下我师父的一生之敌究竟是何物，倒也不曾想过真的拜入先生座下。而如今，更是不可能喽。在教导徒弟这件事上，你师父或许比我更强。唉，我忽然有一个感慨。什么？江湖啊，原本是死的，有了我们这些江湖人的故事，才是活过来的江湖啊！干！干！这是佛门的金刚护体功法。我曾经在白马寺读过一个和尚，他用的就是这门功法。没想到唐门抓来的江洋大盗，还会佛门的功法。不能碰他！别碰！哎，小白李，你难道不知道他？不知道什么？不会是书上说的那种碰到女子就要娶她的桥段吧？啊！你想得美！秀儿，回来！等等，方才你说到有可能会娶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一脸惊恐啊？啊？你不喜欢我？这还不明显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容貌，看你还敢不喜欢我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舅舅，你要是看了他，就真的娶她，那该怎么办？撤！好。秀儿，你若真的被五毒门的女子缠上，这辈子也算没白活，就是日子短点儿。为何日子短啊？这你就得问你小舅舅了。多嘴！哎，我叫温虎九，我来会会你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出风头。先用一记醉梦往生卸去他一身内劲，再用一记芳华刹那见血封喉，最后再补上一记毒杀掌。这要是都不玩完，那就真的是大罗金仙喽。现在的毒名都起得这么风雅吗？当年我们3个，一人制毒，一人用毒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取毒名，配合默契。温门无敌。舅舅，这还有一个人，说的是谁啊？娘呗。不平舅舅，你怎么骂人啊？百里东君。呸！我嘴贱。哦，好毒啊！温家真的好毒啊！这个声音，唐明皇，你敢说你们唐门用江洋大盗炼的药人？
唐门好大的威风，找来一个会说话的金身罗汉。百里东君，你怎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江洋大盗。啊？你不是唐门的要人，你究竟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这个臭老头子，亏我还担心你这么久。读书人，唐门处理门内之事，非唐门中人，还请暂且退避。什么事啊？你们还不走？舅舅，这就是我同你说的，在唐门外被掳走的人，自己人。原来是你的自己人啊！你的这个朋友若是能够被别人掳走，那掳走他的人，大概就是天下第一了吧？行了，来了就不要废话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可都看好了。唐明皇，唐老太爷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大的动静，就算是睡成死猪，也该活了吧？给我住嘴！你敢不敬？自在气下，地上无敌。人间不够，天上逍遥。连入两境，竟然直接从金刚凡境到逍遥天境。此人真乃高手。他又何止是个高手？我看温前辈和这位唐门掌事人好像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。可我们为什么丝毫没有感觉呢？因为此人对内力的控制太过精准，以至于同一空间内，他想要压制谁便可压制谁。他究竟是谁？老头，怎么样？需要我再抬抬吗？行吧，现在用你们最强最狠的毒，一起来杀我吧，可不要留手哦，不然我可是会杀了你们的。老头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东君、小仙仙，还有唐门的这位小莲月，你们可都看好了。练功10年，不如仙人斗法1瞬。万树飞花，这是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幻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
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2门绝学？靳千华，不染尘。少年游，谁道春风却不知深秋。金刚不坏神通虽然号称天下无敌，但凡是外门武功都有罩门。你们唐门有一种暗器，可破一切罩门。破了他的罩门又如何？以他的境界，几根针杀不死他。因为我有三字经。好，我信你。暴雨梨花针，出必见血，空回不降，集中之极，暗器之王。毒死你呀！求人得人，才算不负此生。老头，就差你了。天下间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毒的毒了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三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走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福鼎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你不会后悔了吧？不会想杀我吧？都说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你要是后悔了，要杀就杀我一个，不要连累唐门。哎呀，啰嗦！师傅，小百里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上去会被他的内力震的五脏俱毁的。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不见众生，不见天地。很多人只记得前半句，却忘了这样的人，最后眼里就只剩下自己了。蓬莱境民谣持物，不见人间有仙灵。小莫一，许久不见。你师父清风道人呢？师父已经先去，先生为何忽入神游？
来此逍遥。哎，不过想念老友，想来此见见，没想到先走一步了。何谓先走？我是来道别的。不过我说的走，不是走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世间最远之地，莫过于蓬莱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我收了很多很多徒弟，我非常喜欢他们。倘若有一天他们能够来到这里，还是想请你请他们喝上一杯，就记在我账上。可先生不是已经告别了吗？这样的告别，难道不是此生不见吗？所以说这账我还不上的。这世上死账坏账这么多，还不允许我来一半。兼究无绝色，悦目是佳人。许久不见了。你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你的相公。滚！人间已是大雪平，此地仍吹春日风。你是他？怎么我一说我是你的相公，你就会想到他？你难不成在你心里，你的相公就是他？脾气还是这么的不好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娘子。人间太无趣，天上太寂寥，唯我凡事走，此间最逍遥。仙人啊，且把我的长生拿去吧。师傅，快醒醒啊！放心吧，他没死。你到底对我师傅做了什么？呆子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唐老太爷和李先生联手做的局。局？没错，是他特意找的我，让我帮他做的这场局。唐门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了，也算得上是江湖上顶尖的门派之一。若是帮了你这个忙，老爷子，这可就没意思了。你说我不如去拜访一下雷家堡，我有一个徒弟，也姓雷，我很喜欢他，爱屋及乌。不如我去拔一拔雷家堡，拔到个武林盟主的地位，你看如何呀？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哎，坐。这几百年了，唐门还是一个样子，不提到姓雷的，就压根儿意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真是相爱相杀呀！来，喝茶。